土耳其为什么那么能折腾，反复横跳，时不时就要刷下存在感？有时候我是真的想不通啊！别说什么地缘政治啊，单纯的一个地缘关系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。直到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我发现问题了。2018年，土耳其 GDP 7135亿美元，全球排名第19，人均 GDP 1万美元。2021年，土耳其 GDP 约为7.2万亿土耳其里拉，增长11%，增长速度更是直接位列20国集团第一。是不是看起来很厉害？这都快赶上发达国家标准了。可惜这都是文字游戏。GDP 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货币贬值。尤其是21年10月份的时候，1美元还能换9里拉，到了12月，1美元就能换17里拉了。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土耳其货币贬值近1倍，再加上截止21年底4500亿美元的外债，想都不用想，现在的土耳其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。如果一直持续下去，再出现什么债务违约，就算土耳其不主动宣布国家破产，保不准都会被国际社会当作破产去处理。好在土耳其农业水平不低啊，粮食自给率好说歹说也达到了98%，基本能满足自给自足，不会有太大的生存危机啊。不过也就仅限于此了。2011年信誓旦旦立下的 flag， 什么要在2023年建国100周年之际，将土耳其建设成世界前10的高收入国家，基本是完不成了。2053年重现奥斯曼帝国的伟大复兴，更是想都不要想，因为土耳其经济下滑，并不是只有21年这一年啊，早在99年，土耳其就爆发过一场很严重的经济危机。通胀率甚至超过了100%，1美元就能换100万里拉。虽然从03年开始一直到10年有那么一段时间的飞速发展期，可这段飞速发展期却是以疯狂推进私有化为代价换来的。对这个概念不太明白的啊，想想我们封建时期的土地兼并，基本就那个意思。能源、交通、银行、工业、教育、住房，甚至是烟草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土耳其卖不了的。截止12年，凭借欧洲的大量投资，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达到了535亿美元。然后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，能卖的都卖的差不多了，没得卖了。这时候的土耳其又想到了搞房地产啊，资金不够怎么办？好办，自己印呗，量化宽松，大印钞，凭借房地产泡沫成功的炒高了房价，又获得了一笔收入。但这也是土耳其最后的狂欢了。随着15年美联储加息，土耳其大印钞搞房地产的副作用也随之而来，汇率大幅度贬值，自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在经济下滑的道路上越跑越远。简单来说，从99年到21年，土耳其的经济其实是没什么实质性进展的，甚至可以说一直在倒退。因为它绝大多数的增长数据都是以变卖为基础，摆明了不可持续，而且因为优质资产都被变卖的关系，想翻身都难。这还只是经济，国防我都不想说，但凡进了违约，基本就可以告别国防了，没有未来。以土耳其现在的经济数据啊，能保持国防现状，我都夸它优秀。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土耳其谋求自保也算情有可原啊。说到这里，我不知道土耳其人怎么想，要是我的话，应该会十分怀念凯末尔时代吧。不过大概率土耳其人是不会像我这么想的。他们的宗教观念太重了，哪怕早在1923年，凯末尔决心扔掉哈里发头衔，打破封建神权束缚，给新生土耳其一个重新上路、实现现代化的机会，颁布民法，废除一夫多妻，推动政教分离，加强社会福利建设。期间还不断调整土耳其人民党的思想理论体系，务求探索出新的理论和政策啊，比如提倡机构化改革，实行集体协商，进一步保障罢工权以及结社自由。但是因为1936年颁布了一项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劳工法，激化了劳工阶层与人民党的对立啊，也导致人民党自此走上了下坡路啊。不过因为当时是一党执政，这个矛盾并未显现出来。直到1945年，土耳其开始实行多党制，问题来了。1946年第一次选举，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党在国民议会中的议席数量只有62席，占比13.3%，剩下的全是人民党。可到了1950年，土耳其民主党的议席数量就疯狂增长到了470席，占比87.19%。土耳其也正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加入了北约啊，之后的1954年、1957年都是民主党占据大比例优势。好在1953年，土耳其人民党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及时调整，就认同工人罢工权利，在党内达成一致，这才让得票率的数据不至于那么难看。可是相比那些新生党派，终究还是为时已晚。尤其是1980年，一场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，直接导致土耳其人民党被解散，元气大伤，只能作为议会的反对党活动。好不容易等到了95年，人民党恢复原名，又来了一个成立于1983年，反对政教分离，主张突出宗教和民族意识的反盟党。而且以21.38%的得票率，一跃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。这时候的人民党得票率都不到11%，然后就又是一场政变。97年军方政变成功，繁荣党被解散。不管怎么说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宗教党派上台，这是在搞历史倒车呀。可是走了一个繁荣党，又来了一个正义与发展党，同样是反对政教分离，主张严格按照伊斯兰教义治国啊，突出宗教和民族意识。毕竟整个土耳其大约98%的人都信仰伊斯兰教，群众基数巨大呀。土耳其人民党始终站不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主张政教分离。哪怕他是想以一种更加现代化或者民族化的形式发展土耳其，可实际上却动摇了宗教利益。
得不到宗教人士支持，得票率自然上不去啊。同时，正义与发展党这个党派很聪明，敏感地抓住了99年土耳其严重的经济问题，利用私有化以及土耳其人普遍存在的复兴奥斯曼帝国的诉求，使得土耳其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走出了经济困境啊，最起码表面上走出了经济困境，获得支持也就理所应当。这也是正义与发展党能够稳定占据党魁位置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哪怕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，可只要这个谎言一天不暴露，党魁的位置基本就不会发生什么变化。剩下的就是想方设法让土耳其人觉得土耳其发展迅猛，有望复兴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啊！就比如最近这个，土耳其发现可供全球1000年需求的稀土资源，你不信不要紧，也没指望你相信，只要土耳其人相信啊，目的就达到了。我是大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